贾斯伯库，贾斯伯库，贾斯伯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贾斯伯库。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要如何泡温泉或是在河里游泳了，而且我还看到许多人发挥创意与不同的家具互动，有些还学会了在建筑物上跑来跑去。如果完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，或是还没学会的朋友，赶快去看我上一集的影片哦。那这次我要来教大家的是如何当一个快乐的小蜜蜂，在花丛间穿梭，变成一个树人修身养性，还有挂在树上的鱼。在教学开始前，先让我宣传一下自己的动森梦境 RPG 岛奇多姆王国的冒险。这是一座需要4到10小时完成的闯关 RPG 岛，主要以迷宫与解谜构成，透过 Google 故事表单的引导，带领玩家体验丰富的剧情、不同的结局，还有一些收集要素。没玩过的人赶快点击下方资讯栏连结去体验看看哦。For English speakers, there is also an English version of it, and you can take a look at what it looks like, how it works by watching the introduction video made by Crossing Minute. 回到正题，相信大家已经很了解要如何跑进家具里了，主要就是掌握半格原则，只要家具与家具之间相隔半格，一旦你成功卡进第一个家具，那就可以借此走进另外一个家具里面。而要跑进树丛里却是完全违反这个原则的，原因是树丛从根本上属性就与家具不同。与树丛有相同或是类似属性的有树、树墩、石头，还有洞。要卡进树丛或者说以上这些东西里的难度，比卡进物品稍难一点，但是比掉进河里简单许多。方法首先还是要利用拼图或一切可以触发这个 glitch 的扁平物体，但是这次不是一片，我们需要3片。首先用一样挖好一个有圆角的悬崖，在悬崖的下方将拼图摆到跟影片中一样的位置，摆好之后，再在拼图的周围围上一圈树丛，以确保你无论如何一定会成功卡进树丛。树丛的外围再围上一圈家具、栅栏、悬崖、河流都可以，这些都可以防止你被系统挤出树丛外。这样子一来就完成入口了。接下来就是拿梯子爬进去，实际试试看了。拿梯子从悬崖的斜角爬下来，爬下来之后不必动摇杆，直接打开道具栏，拿手机、开表情、开对话都可以。你会发现你跑到杂志的正中央，这时候你就可以直接走进树丛里了。这种盖法呢，是我认为最容易让大家都成功卡进树丛的盖法。你要整个反过来盖，或是稍加变化，其实都可以，不必完全照我的摆法去盖。只要你知道原理，懂得应用，操控技术也够好的话，可以自己去简化它。然后剩下的就是摆上更多的树丛，还有家具来装饰你的新乐园喽。这个树丛 glitch 有几个需要注意的点。第一点，一旦卡进树丛后，就不能再卡进物品里了，也不可能透过树丛卡进河里或是飞上悬崖。所以家具就是你的墙壁，也是防止你被挤出树丛外的好帮手。第二点，树丛与家具之间绝对不要有任何空隙。如果留下了半格空隙，则会触发到另外一个原理完全不一样的树丛 glitch。有机会的话，我以后会讲解。如果留下了1格以上的空隙，则理所当然的你会直接被挤出树丛外。第三点，在树丛内的时候是不能与家具互动的，按 A 不会有反应，不能进水管，不能坐椅子，但是有个例外，可以躺床。不过普通的方式躺不上去，要用一种特别的方式，这也算是另外一种 glitch， 或者说一个游戏机制吧。第4点，出来的方式原则上是直接走出来就可以了，不过留半格用斜跨了也可以，甚至还可以帮你跨越你原本无法跨越的地方。例如这个原本走不过去的缝缝，当你从树丛走出来的时候就能跨过去了，只是这个又牵扯到另外一种 glitch 了。第5点，先前有提到树、树墩、石头、树丛与洞有相同的属性，所以你在卡进树丛的状态下是可以直接踩到洞上的，不过下场就是直接掉进去啦。以上就是这次的 glitch 教学啦。
我的应用是拿来用在盖一个小迷宫与一个蜜蜂花园上。至于大家想怎么玩，欢迎大家发挥创意，好好运用这个 glitch 来装饰自己的小岛吧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分享与订阅我的频道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